奇葩的桃花树难住了挖树师傅，这些树枝全趴在地上了，人过不去，只能从这下面掏着开始挖。这么粗的根，挖了2个小时，终于把它挖出来了，费了9牛2虎之力拖到小木屋来。旁边看着好心疼啊，赶紧添上土，看看怎么修复一下。老手一引，还是有办法，拿绳子一绞，果然复原了。先浇2桶水，过一阵来汇报一下他们有没有发新芽子。小木屋加固工程已经好几天了，今天终于开始要搭建北边的露台，所以我非常开心，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，用脸去抬100多斤的支撑梁，插台我就可以开始处理地面了。果园小屋的改造已经快1个月了，今天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改造。加好挡板，铺好钢丝网，收拾好地面，准备开工。由于小楼北面是只铺防腐木的露台，所以铲车要绕到南边的阳台把水泥倒上去，就只能辛苦工人师傅们一点点把水泥铲到全屋铺设了。我还计划在水泥地面上做地暖，所以地面只需要粗磨一遍就可以了。等水泥完全干透以后，就可以安排更换房顶了，一起期待一下吧。今天我就要名正言顺的上房接瓦了。一早，工人过来给我送房顶。昨晚的大雨让我果园里的小路成了大难题，连拉带拽的，终于把房顶拖到了小路边。我选的这个房顶是一个带阻燃保温的纳米瓦，优点就是保温效果好，还隔热。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丑。但我认为功能性更重要，框架和支撑，就开始把原来的房顶拆掉。我也同步把以前没拆完的木板拆掉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小楼这就上新屋顶了。好像以前村里盖房到了这一步都要放鞭炮的，我就只能在视频里。完成了加固工程，跟砌墙的师傅们敲定方案后，我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打磨工作。灰太大了，快把口罩戴上。虽然角磨机的效率挺高，但是换了钢丝刷的割草机也很趁手。打磨完，顺便再打个小盹儿，准备开始刷防锈漆。
买的加气砖下午送到了。选用加气砖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钢结构的承重和安全性，铜体积下的重量也是红砖的1/3，在保证轻量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强度。外立面我还打算加保温层和防腐木，所以防风防水的能力也不必担心。这几乎是我能想到最好的方案了，你们怎么看？墙砌完了，还剩这么多砖，你们说我再砌点啥好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窟窿是干啥用的？大胆的猜，是不是有点像烧炕？差不多，这是下灰口。我既想要冬天取暖，又不想每天打扫柴灰，就做了一个大下灰口。就这，攒上1年都行。园子里枯枝很多，柴火充足，有个壁炉也可以消耗一些。你们觉得我这个下灰口的设计怎么样？水泥干透了，就轮到我这个杂工登场了。今天来给地面做个大扫除。为了省1000多的安装费，我在地上蹲了3天。电地暖买回来之后呢，我琢磨这活难度不大，自己能干。只要提前规划好加热电缆的长度、间距和回路，然后用扎带一点点固定就可以了。白天太晒，铝膜太热，只能晚上再干。只不过这活要一直蹲在地上，低头弯腰屈背，我承认我还是低估了难度。3天蹲得我腰酸背疼腿抽筋儿，颈椎病都给我蹲出来了。又熬了2个大夜，总算把我这小小的一块地方铺完了。把多余出来的扎带剪掉，然后我就可以收工了。第2天约了瓦工师傅们水泥回填，第1层铺上小块的鹅卵石，可以更好的热传导，能增加地面强度。上面再来1层水泥砂浆收面，整体厚度3公分，既保证了地面强度，又不会影响热传导，总算解决了冬天太冷的问题。工人师傅们的人工肉眼找平看来还不错，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越来越期待小楼完工后的样子了。我留这几个窗户洞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做窗户能这么贵。为了看着我这1亩3分地，我含泪订了4块大玻璃窗。通风通不起了，就这大玻璃上想要装个可开启的窗户，少则2-3千，多则可就上万了。园上风大灰大，果园里虫又多，窗户还是能少则少，不行就买个小新风机，靠东边和卫生间的窗户通风了。我选的是中空的钢化玻璃，一面超透，一面带防紫外线膜的。玻璃一装，我这4处镂空的。不过我看有那种带新风功能的空调，
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值得入手呢？果园小楼的改造准备要进入尾声了，小渔村的小伙伴要来找我玩，那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。卫生间的防水涂料刚好要刷，带它锻炼身体吧。刷完防水刷墙布，太阳下山，我的小蒸笼就可以开工建设了。后呢，不但没有死心，反而越看越喜欢。翻遍全网，我终于找到了性价比最高的微水泥。先来看看我的最终成果。我全屋房顶地一共280多平，最终连工带料花费了5000多，1个平方的造价才不到20块。相较于买成品微水泥，动辄1个平方400-500的价格，我也算是花小钱办大事了。在建材市场买了石英砂和白水泥。又在村里买了外墙腻子和石膏粉，还选了色浆来调色，把一定比例的石英砂、白水泥、腻子粉和石膏粉混在一起过筛，然后用环保白乳胶加上界面剂和水均匀搅拌，再加入刚过完筛的混合干粉，这就是我的自制微水泥了。看第一遍上墙的效果和第二遍上墙的效果，奶油的颜色和坚硬的磨砂质感效果还挺不错。地面的颜色我调的深了一些，更偏向于肤色，最后的整体效果就是这样了。不怕油不怕污，防水好打理，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刷2遍抗粘底漆，干透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施工。用料比例：外墙腻子2瓢，高强度白水泥1瓢，然后石膏粉1瓢，石英砂1瓢。配好粉料呢，然后就是过筛2遍。筛子是我在建材市场里面买到密度最高的筛子，施工呢至少要4遍以上。我呢不追求那么高的平整度，主要还是为了省钱，就只做了2遍。半瓢的水性界面剂和2瓢的水，这里加入少量的白乳胶，可以更好的披刮。最后让施工的师傅和料时，根据软硬程度来确定要不要调整一下水的多。这样一个完整的施工流程就完成了。到这面之后是可以像地砖一样正常打扫了。这样，而室内也算告一段落。今天就要让它彻底的变成我的梦中小楼。没错的身份，想想看，一个避世在园子里的小木屋，是不是挺不错？为了不错这俩字儿，花了大大超出预算的钱，去买了很多防腐木，1公分厚的做墙面铺在保温板外面，3公分厚的用来铺门厅和大露台，围栏就直截了当一些了，方木当立柱，然后2竖3横，简约而不简单。剩下的材料还够我做一个长凳，物尽其用，又省了好几百。唯一感觉有些翻车的就是第2遍的木蜡油的颜色被我调的有些太红了。外立面一做好，这个水泥房子就算是融入到这个园子里了。我花光了积蓄建了这栋小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另外，有没有朋友能给我一些意见？这些白色的钢架结构，我该怎么美化一下呢？4月份的时候，咱种了一棵桃花树，没想到今年的雨水这么少，直接给它干死了。然后它的树枝又是贴在地上长的，人根本进不去，野草也处理不了。变成卫生死角了，而且越来越长得像个坟堆子，这草太难除了，直接连根断吧。剩下的只能拿锯子锯了，没看我锯子小，干活还是挺趁手的。不知道拿车拉一下，感觉能拉断不？这次试试，走。最后
后一次了，肯定把它拉成功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就弄了一个，我操，还有2个大的，还有我的小手锯。从天亮锯到天黑了。我操！最难啃的骨。看一下，就拉这个水槽过来，我还专门给车上加了配重，就为了防止轮胎打滑。结果这前轮不争气，跟你说，当时就这样。好，停。过。
这木桩子给吓掉了，还没开始拔呢，就断。研究虚心请教了很多业内人士，现在我就把我最近的研究成果公布一下。首先我要说，朋友记得收藏高强度白水泥8公斤，然后加入2公斤的钙粉，与微水泥这个专用的母料均匀混合，再加入到微水泥专用的聚合物乳液中均匀搅拌，最后加入10公斤的石英砂继续搅拌。如果用在室内的话，最好把石英砂过筛2遍，然后就像披刮腻子一样去粉刷就行了。看一下，这是干透打磨后的效果。这次微水泥的水池全程是我自己施工的，只做了2层，过程虽然各种笨拙和翻车，但是好在效果还是让我满意的。总共花费150，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试哦。人家都是2级粉刷工，我这是2天粉刷工，今天是第2天干瓦工。刚才掌握了一项新技能，我跟你说，反抹。之前这样正着倒腾比较简单，哎，看，哎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！因为我第一次在网上买的这个双组分罩面附着力并，那我就重新返工吧，地面再做一遍吧。然后我就斥巨资买了一个打磨机，还有它配套的打磨片。之前还有人问我用刀会不会把微水泥划破，刀我不知道，反正铲刀目前是没有划破。把这些全部磨完，我估计又废了。空地按照之前的想法是想做成我的小农场，经过再三的思索，还是决定给这里铺上草坪。虽然面积有点大，拖拉机旋上2遍，换上小3轮，把地搂平整了，野草根也都翻出来清理干净，再把隔壁园子的压路机开来显摆显摆。我还想养上一只小山羊，果园里的野草就肯定够它吃了。等我把农场全部收拾好呢，就把它们带来一起生活。这2个调教圈以前就是养马驯马的，如果后期经济允许呢，我呢还想再养上一只小马驹，你们觉得呢？先称好高强度白水泥8公斤，再加入2公斤的灰钙，与微水泥专用母料混合，然后充分搅拌，再打开微水泥的聚合物乳液搅拌一下，再慢慢添加混合好的粉料持续搅拌，最后再加入石英砂继续搅拌。充分搅拌好了成品偏稀，静置20分钟左右就会变成适合披刮的硬度了。这时候再进行披刮即可。这是我做好2面之后的。我提前选择了3款双组分的罩面漆，同时在一个台面上去做实验，用胶布等分3等份，先刷上各家搭配的封闭底漆，干透之后呢，再滚涂3款双组分罩面，各2遍，然后就是等待啦。双组分的罩面需要7天的彻底固化时间，才能达到最佳稳定的状态。酸性的醋和碱性的茶碱也同时能测试出耐酸耐碱的性能。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了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防渗透效果怎么样。这块是之前那个茶叶，这个是柠檬，米醋和料酒是这一坛，这边还有一点点酱油的痕迹，油倒没有沾上去。经过测试和对比，有2款的罩面都能顶得住我的耐污耐水测试。只有中间1款罩面留下了很多污渍，硬度大家其实都差不多，剩下的就要看时间累积下来的耐候性。我92年喜提人生第1套房，没有房贷，没有月供，没有公摊，65平的室内，40平的露台，1200平的院子。我不嫌它在农村，不嫌它房子小，不嫌它院子大杂草多，不嫌它有野鸡野兔和野刺猬。一室一厅，一厨一卫，简单干净的装修风格，大大的落地窗也顾不上吃饭，闲时也能逗猫遛狗。刚切割工厂买壁炉所需要的钢材，清点好所有的材料就可以开工了。找了村里电焊技术最好的大哥来帮我焊壁炉，虽然2个人都没有经验，
但好在这个设计图里做了便捷的插扣设计，跟拼积木一样，焊接就按顺序从里到外焊就行了。我跟着打下手，3天才完工。炉体内的每一步需要满焊，才能保证炉体不会漏烟。焊接完壁炉的主体之后，就是将外侧打磨平整，尤其是焊点的地方，不磨平的话会有划伤的风险。然后就是喷漆，需要专门的耐高温漆，喷2遍就可以了。另外还需要壁炉的高温玻璃、玻璃门上的防火棉、门轴、门把手、炉体内的制石保温板、烟囱、弯头、护墙板、雨帽和防烫网，这些都需要提前购买。在焊接的时候，很多配件都需要提前做好，等漆干透后，再将壁炉抬到我的下灰口上面就算完工了。装好烟囱和防烫网就可以点火了。一个风幕系统，然后2次燃烧的系统，还有周边的一个空气热对流的系统，包括它的排烟都是可以大小调节的。我这个规格的壁炉在国内的市场成品的话要卖到1万多，但是我自制的下来省了有1半的成本。我这个壁炉还有一个小的机关，因为我这个房间都是纯白色的，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柴灰是可以进到我的房间里面的。我在这个房间设计之初就提前做好了下灰口，所以这些柴灰都是可以直接到房间外面的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我之前的视频。在每次打扫完柴灰以后，只需要搬动一下这个按钮，所有的柴灰就已经掉到房间下面去了。单子里冬天修剪的枯枝废柴也特别多，刚好在我这壁炉里面也可以废物利用。这一个壁炉，我这65平的小房子，冬天是绝对够用了。想干活就有干不完的活，想偷懒也可以懒在房子里烤火休息。农村人的底气可能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由，有薄田几亩，心里也就不慌了。你说海鲜、鲍鱼、烧烤、火锅是生活，我说辣子夹馍、小米包不汁儿也是生活。没出息，我觉得是知足常乐，空俭由人。今天就陪爷爷把浇地的渠重新收拾一下。高子往水里打。那你怎么听说不是？大越是越冷。从小我爷就跟我说，人不可一而无私。很多人以为我回了乡下就是退休躺平了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只要你人在地里，就始终有干不完的活。这片果园没有铺割草布，也没有打过除草剂，所以每隔一阵就要进行除草。40亩的果园，每次除草要花费3-4天的时间。除完草再把地翻一遍，让草慢慢变成肥料。我从年前回来到现在，苹果苗已经从营养不良的嫁接小苗长到1人多高了。大西北的雨水少，灌溉一直是件麻烦的事儿。今年冬天，这些小苗就要开始第1次的挂果。在挂果期间，水的供应也一定要充足，所以家里也要忙着开渠修水路了。果园的南边和北边各有一个渗水井，西边高东边低。水路的计划就是将水引到西边，再从西边一路流到东边。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，一排一排的浇过去，有堵有疏。即便已经这么方便了，但这工作量还是要整整4天才能全部浇完。1994年，我们家盖了这栋房子，爷爷奶奶买了第1个床垫。小时候，我和我哥在这床垫上蹦跶，把床的棱骨都蹦塌过好几次。床换了，床垫却一直在用，质量虽然很抗造，但是舒适度已经很差了。我和我哥合计了一下，给他们换一个好点的床垫，不能太软，也不需要太硬。这张床垫不光是下一代的游乐场，也变成了爷爷奶奶伸展老腰的安乐窝。别看他们年过80，虽然老有所依，但是还是喜欢逞强。然而，我爸总是威胁他，再不注意休息，就把地权选了去。但他们忙碌了一辈子，停不下来。